嗨，大家好，今天呢是4月2号，现在呢我依然在亚洲最欠发达的国家尼泊尔。上一期呢我们讲了尼泊尔这个亚洲最欠发达的国家，他们疫情的一个现状只有5例，但是呢5天之后呢的4月2号，它依然现在只有5例，所以这是很奇葩的一个数字。今天呢我将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看一下我们过的是怎样一个奇葩的防疫隔离啊！因为5天之后呢我又要去买菜了。现在我们戴上我们的口罩出门了啊！有人在我的 YouTube 留言告诉我说，尼泊尔大头小头也在，这他妈不是大头吗？现在就是水浅王八多，遍地是主播，那个是小头，还有另外2个主播啊。咱们是住在一块儿的，每天呢一起吃饭。现在呢我们一起去买菜。在这个影片开头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到尼泊尔的这个防疫呢很奇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上一支影片中我也讲到了，尼泊尔只有5名确诊的新肺炎病人，但是在我拍视频那天呢，他们去中国呢拉了很多的防疫物资回来，包括检测的试纸。他们拉回来之后呢，他们竟然没有使用这些东西，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不有效的，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们的政府呢决定不检测任何人，也不检测体温，也就是说从2月22号到今天的4月2号，他们依然没有检测任何人是否得了这个新冠状肺炎病毒。但是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个尼泊尔的妇女呢，她发烧了，然后她想去医院呢检查自己得了什么病，在尼泊尔有2家医院呢都拒绝了她，认为她可能呢确诊了这个新冠状肺炎病毒。然后最后这个女士很不幸的，她昨天去世了。它很有可能是新冠状肺炎病毒，但是尼泊尔政府依然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女士在去医院的过程中，以及她的家人都已经感染了，所以这是很奇葩的。现在呢，我在这个唐人街最重要的一个街道口，如果来过这地方的人肯定知道，这是这里最大的一个超市，但是呢，现在所有的都关门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呢，根据我个人的揣测来说，都是说，因为尼泊尔没有这个医疗条件水平，他们不想把有新冠状肺炎病毒的人呢确诊的消息公布出来，然后来造成社会的恐慌。当我刚才停止录像之后，看了一下我的手机，尼泊尔第6例呢就在4月2号的刚刚呢，然后确诊了。这个确诊的人呢是3月17号。从卡塔尔回来的，就是上一次的前5例当中，我给大家说到有一例是从卡塔尔回来，他们是一个航班，也有意思就是说呢，只有有钱的人才有资格，才配被确诊新冠状肺炎病毒在尼泊尔，没钱的话你都没有机会去检测自己，更不要说医疗医治了。我现在呢在尼泊尔的一个佛塔这里啊。在往日的时候呢，这边会聚集非常多人呢来这边祈福啥的，但是今天也不例外。看到我旁边这一个人了吗？他是在这里卖香烟的，散卖里卖的，一根一根的，然后他依然在营业。这2位呢，他们就是来买烟抽的，但他们3个都没有戴口罩。但是在我后边呢，还有很多的当地的居民都没有戴口罩在这里聚集。现在呢是5点钟了，这边在开始卖菜了啊。其实我后面这边呢，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小方格子里边，然后他们非常有序的呢，然后来排队买菜。有很多人是没有戴口罩，有的人呢是戴的是小孩子的口罩，有的人呢是戴的是那种没有效的口罩啊。这边有很多的当地居民都在买菜了这个点。可以看到呢，今天的大街小巷里面，比前几天呢人多了非常多了啊。虽然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封禁的状态下，但是他们出来之后不戴口罩呢，也没有相应的部门去管理他们。这边呢是我们买到的菜，今天买菜呢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扰。包括我这边的中国超市呢，他们5天之后呢，物资依然供应上了。上一次给我说呢，说5天之后就没有了啊，但现在依然还有很多。
这边他们都是没有戴口罩的，就比如说这些孩子。但是今天看到一些欧美人呢，他们反而把口罩戴起来了啊，这是很奇怪的啊。但是当地的一些穷人、没有钱的人，他们就没有戴。现在我又来到了可以领免费餐食的这个中餐厅中华面馆。我看到我身后来领食物的呢，全是欧美的游客。这里面工作的人呢，是中国的老板。看到这一幕呢，非常的感动。这些老外来领这个中餐厅的免费餐食，在平时没有爆发疫情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没有外国游客来这里吃面的。看到中餐厅的这一幕，非常的感动。中餐厅里面播放的是中国的音乐，里面是中国人，他们为全世界的人民发放免费的食物。哎，余弟哥，你们这里还可以发口罩啊？哦，这也是免费的吗？对啊。现在我已经买完菜，回到我的酒店了。这酒店的天台，从我们今天以及前段时间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尼泊尔的疫情现在非常的不乐观。但是呢，这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这个新肺炎病毒是我们全世界人民必须要一起去战胜它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华面馆，为所有的人提供免费的爱心便当。如果你现在也正在国外或者在中国，你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护措施，保护好自己。我们尽早的结束这场战役。拜拜，一定要记得关注我哟，拜拜。